高血压是脑中风、脑血管疾病、肾脏病、重大慢性疾病的危险因子。高血压在现在的医学领域要吃一辈子的药。如果我们来看中医，高血压真的可以治到好。今天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当我们量测的血压、收压超过140毫米汞柱，舒张压超过90毫米汞柱，这个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定义。一般很多有高血压的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是自己没什么感觉，最常见到的就是先有眩晕开始，然后呢有心悸的状态，心跳会很快，容易疲倦，甚至呢会失眠，严重的有的会呕吐，造成严重的抽搐。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高血压它会有那个心悸啊，会头晕，低血压不是也会头晕吗？一样会头晕。这两个的差别是在哪里？一般高血压的头晕它是属于眩晕的，低血压的晕它是比较属于无力没有力气的那种晕滑。那么如果高血压如果不去管它，会不会产生其他的并发症呢？会哦，高血压的人他会造成心室肥大，久了会造成心脏衰竭、冠状动脉阻塞，高血压也会造成动脉硬化，血管瘤、大动脉的硬化症，甚至有的主动脉会剥离，会阻塞血管，造成脑部的许多病变，比如说脑栓塞，甚至会造成脑内出血，我们叫脑淤血、脑中风，甚至呢会造成蛛蛛膜下腔出血，这个也都是高血压造成的一些并发症。再来，我们就谈到眼睛，眼睛的病变是因为眼睛动脉的狭窄，甚至会造成视网膜退化、黄斑部水肿，更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失明，眼睛会看不到。高血压的人也会常常感觉手会麻麻的、胀胀的，末梢血管的硬化，这些并发症都会存在的。甚至呢，在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个特征可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般就像我这种有秃头的特征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危险族群。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耳垂如果有一条很稳的，我们叫冠心沟，或者是耳垂珠很厚我们说耳垂珠厚是有福气，但是也是高血脂型的，血管也比较容易硬化，有所谓血压高的一个现象。以中医的辨证论治我们分为4个症型，最常见的叫刚阳上亢，就是说很容易发脾气，脸会红，甚至会头晕，因为血压高就是我们讲的血热上冲于脑的一个现象。再来就会造成睡眠不好啦，口臭啦，嘴巴很苦很干。这个症型呢，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龙胆泻肝汤来清热降火，把血压高的问题把它平稳下来。那阴虚阳亢，什么是阴虚呢？就是说我们平常火气大的人喜欢喝一点冰冷的饮料啦，吃蔬果太寒了，火气又很大，喝的东西又不能解渴，造成了脾胃比较有一点湿腻的一个现象，然后虚跟湿夹杂在一起，肠胃的功能状况也不好，造成了眩晕头痛现象出来。那以这些症状呢，我们用天麻钩藤饮。天麻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疏风解痉，解痉的意思就是减低血管壁的一个张力的一个作用。那天麻跟钩藤都是中医用来治疗高血压很好的一个药方，所以这一个方对这些阴虚阳亢的体质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处方。那痰湿阻逆最主要还是要从脾胃阶段去处理啦，所以我们会用温胆汤来改善痰饮阻隔的一个现象。那血瘀型的特质是脸部会比较红，手指头这个末端都会胀胀肥肥的，从手掌就可以看得出这种末梢血液循环功能不好，所以我们会用血府逐瘀汤来改善血液循环功能不良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吃了降血压的药，是不是还需要去看中医？那看中医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因为高血压是一个病名，真正的病因很多种，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有讲过了，肝阳上亢，这个是肝火大造成的高血压，我一定要从肝着手，把肝平稳了，血压就恢复了，而不是靠一个血压高了，我们把它降下来，那根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是我们刚才也有谈过一个血瘀型的，血路不通，血管壁硬化了，我们只降压，没有把血管的硬化让它改善。吃降压药就是有吃有效果，不吃的时候它又飙上来了。所以高血压在现在的医学领域就是要吃一辈子的药。是那如果我们来看中医，高血压真的可以治到好，不用每天吃降压药。这个是中医的优势跟特点，也就是说从根本治疗，调整体质，让体质真正的改善以后呢，高血压好了。那如果透过按摩，然后也让我们的血压可以慢慢的保持平衡呢？可以的。我们知道血压高的时候呢，血是冲到脑部的，对，能够调节脑的循环功能跟血流量，有一个很好的穴位叫做风池穴。那风池穴是在我们大脑的枕骨后面，我们一般可以手这样捂着耳朵，大拇指往枕骨这样顺着压下来，这个地方压下去会酸酸的，它有醒脑作用，有改善大脑的血流量的一个功能。我们一般可以用揉的这样来按，或者是由下往上提，手是这样，这大拇指压着风池穴，我们这样提上去，哇，很舒服。还有一个叫曲池穴，其实是我们的手肘弯的地方，我们用大拇指这样压过来，这个地方凹凹的地方，凹凹的地方按下去呢，酸酸的，这个有疏风镇静、降低血压的一个功能。还有一个比较好找的，我们叫内关穴，在我们的掌横纹，我们用3个手指头，在2条筋的中间，这个穴位是调节心脏功能最好的一个穴位。比如说你血压高造成的心悸或是胸闷的时候，我们就按内关。那脚底下脚趾头前沿1/3的地方有一个叫涌泉穴，涌泉穴是肾脏的穴位，它可以刺激肾脏荷尔蒙的分泌，中医叫补水以治火。血压高的时候不是火往上冲吗？对对。那我们按了脚底下的涌泉穴的时候呢，补充我们的肾精，那个血压就会慢慢的降下来。是，那医生，我请问一下，就是风池穴旁边还有一个比较近的叫天柱穴，这个也会对降血压是有帮助的吗？只要是头颈部，包括我们脖子后面有2条很粗的筋，对，天柱穴就是这2条大筋旁边按下去，还有一个风府穴也在风池穴旁边，基本上从这里去按对整个脑部的血流量啊、降脑压、疏风醒脑。甚至有人喝醉酒了，头昏昏迷迷的醒不过来，我们都可以按风池穴来做醒酒，来降压，促进脑血流量的一个改善。那我们介绍葛根茶，葛根在中医来讲，它是可以治疗脖子僵硬的，就等同西药的肌肉松弛剂。这么特别。它可以放松肌肉，软化血管，还有疏风清热的一个效果。那葛根要怎么选，好还是不好？葛根一般我们买过来应该是像这样米黄色的，然后闻起来不要有硫磺味。OK。硫磺味是什么？酸酸的。那种葛根吃下去对我们的黏膜会有造成伤害，反而会造成血压更亢奋。那葛根茶最主要是不用煮很久，它有很好的一个挥发植物精油，如果煮太久，它反而会流失一些有效成分。一般我们煮葛根的话，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那我建议观众也可以这样来处理，我们可以拿一个保温杯，然后呢，葛根把它
弄碎一点，嗯，直接呢保温杯里面加滚过的开水，把它焖着，焖了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倒出来喝也可以。这个就是煮好的。对，请医师来试喝一下。好，就是它的颜色看起来很漂亮，就很清爽的那个对，颜米黄色是米黄色的，对，金黄通透。那闻起来有一点清香味，喝起来也蛮好喝的耶，蛮好喝的，淡淡的，口感很顺。所以高血压哈，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头晕啊，脖子紧紧的。你葛根茶喝完的时候，你感觉哇，脖子就松软掉了。这可以当中医的降压药。那如果说是这个还要有什么样加味的话，会怎么样调整呢？哦，有2个药也非常棒。我们建议民众可以买好的天麻，切成薄片，跟葛根、钩藤泡在那个保温瓶里面，焖泡30分钟后再喝，它的有效成分就会释出。然后吃起来效果非常好。是，那医师，你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我有一个病人，他是属于那种我们叫做壮实的体型嘛，那平常脸都很红哦，脾气也很不好，很容易心急嘛，检查起来都是典型的高血压，也长期服用的降压药，那一直也没有办法维持很平稳嘛。那透过我们临床的治疗，我们用了龙胆草啦、黄连啦、石膏、天麻、钩藤这一类的，我们会加川丹参跟红花。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以后呢，病人的血压就非常稳定，效果也很好，也改善了血液循环，手就不会感觉麻麻的。后来有再复发吗？没有哦，就调整好，它就是维持稳定的状态。有没有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说哪些饮食是特别要忌口，对于高血压的人？哦，高血压我们最清楚就是不能喝咖啡，不能喝酒，不能抽烟，辛辣类的东西，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各位朋友，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欢迎按影片下面的超级感谢赞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制作更好的内容，让您和您的家人更健康。